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山西的蒲县，今天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让大家非常害怕的阴曹地府18层地狱。像阴曹地府18层地狱，大家基本是在影视剧中看过，没想到啊，在现实当中真的有啊。其实这个阴曹地府在全国好多的地方都有所展示啊，是在景区里面。你像重庆有一个丰都鬼城，我们之前去看过了。在宁夏中卫也有一个18层地狱，那么在山西好像不止一处有这个18层地狱的展示。今天我们是来到了山西蒲县的东岳庙，东岳庙是供奉东岳大帝的，刚好呢，它就是掌管地府的。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一栋比较古老的建筑了，上面还有一些壁画。这个呢是土地祠，在中国呀，供奉神灵最多的祠堂，庙宇最多的也是土地爷。在神州大地，土地祠遍布城乡，只要有老百姓的地方就有他的祠堂。为什么会祭拜土地爷呢？主要是由于土地神呢是源于远古人民对土地的崇拜，古人呢对土地极为敬重，因为有了土地才有农业嘛，才有粮食。因为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没有那么高，大家生活的话只能靠种地。从而你看封建王朝经常会有说士农工商，这个农还是排在前面一点点的。像封建社会朝廷他们收税的重要来源就是收有关于土地的种地的，可以说土地是人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大家为了感谢土地爷，也为求土地爷保一方平安，于是呢就建造了土地祠。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土地祠面积不大呀，这一座东岳庙也是建在山上面的。我们说是一座庙，其实呢，它也算是一座行宫，东岳大帝的行宫。这个地方现在是收门票啊，30块钱。前方就是东岳庙的山门，是一个品字形的建筑，顶部呢是有3座阁楼，左右两边呢是鼓楼和钟楼，我们常说的晨钟暮鼓，一般在庙里面都有这个建筑。中间呢是天堂楼，中间的楼上面悬挂着一块白匾，写的是东岳庙。大家仔细看看，中间这个岳字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看的不一样？这是繁体字，上面是山，下面是玉。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东岳大帝管生就管死嘛，那管死的话就有地狱了。东岳大帝呢又名泰山神，可能他是常住在泰山。在神话当中，东岳大帝呢主管世间一切生物的出生大权。在最古老的阴阳五行学说中，泰山位居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是万物发祥之地。因此呢，泰山神具有主生主死的重要职能。在全国很多地方啊，都有一些东岳庙。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由于在以前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人们去泰山非常遥远，基本上是不可能去的。于是呢，大家就在全国各个地方建东岳庙，作为东岳大帝的行宫，以便他呢出巡出游的话就能够来这里居住。这样的话，东岳庙在全国就出现了很多。这一座东岳庙始建年代不详，不过按照当地的县志记载，在唐朝贞观时期进行过修缮，在当时规模还挺大的。后面呢是在元代大概什么时候地震损毁了，又重新复建了。我们今天在里面等一下还能看到元代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雕刻一些建筑。明清时期呢就更进一步的修缮了，现在里面的很多建筑啊也是明清时期的。这一座东岳庙不仅仅是精美的建筑群，它还是我国仅次于丰都的第2大地府。里面呢有5岳大帝、10殿阎王和6朝判官等140尊泥塑，是我国现存寺庙中非常稀有的一组明代泥塑佳作。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建筑呢，是公元1316年到公元1318年重修的，那个时期属于元代。这边呢是属于黄土高原，我们站在山门口的话，往前看会有2种状态。右边呢，那边可以看到有沟壑，典型的黄土高原的特色。而正前方这一块树木就比较茂盛，它这一块是叫做柏山。从空中的画面更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在东岳庙旁边的树木跟正前方
的树木颜色明显是不一样的。东岳庙附近这一块呢，是后期这几十年重新植树的，整个山西包括北方很多地方，这几十年树木都增加了很多。而正前方这些柏树呢，听导游讲一直是有，他们小时候还上去走过看过。我在这里听到几个人在聊天，他说在以前一个人根本就不敢上去，是要有伙伴才能一起去走，因为这些树木属于东岳大帝的。现在准备去里面走一走。这个东岳庙也有很多雕刻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琉璃雕刻，这边呢属于龙，是属于清朝的两龙两凤。再等一下里面还能看到元代的，这边就是凤了，都是对应的。山门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天王殿，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四大天王，一般在寺庙里面基本上都能看得到的。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有一副对联，这个比较有意思，也跟东岳庙的传说有关，也和刚刚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树木有关。对联的内容是伐无山林吾无语，伤汝性命汝难逃。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毁我的山林，我比较无语，你伤了我的性命，你也难逃。这个就是说，在当时啊，有一个人把东岳庙前面那个柏树砍了一些，结果晚上他做梦的时候，东岳大帝就找他，你砍了我的树木，你的性命也难保了。那这个人呢就比较紧张，就马上向东岳大帝讨饶。东岳大帝就说，你想保住性命呢，必须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对联的内容白天去县衙讲给县太老爷听。后面他果然就去了，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不知道真假。继续往前走呢，这就是一个过道，在这里呢就看得出来有点熟悉，因为上面是有木板。那么这个就是戏台，我们现在刚好呢就是在戏台的下面。戏台我们已经看过很多了，在寺庙里面基本上都会有戏台，特别是有一点我查了一下资料，现在元朝以前的戏台全部是在山西，从这里呢也看得出来山西的古建之多。这一座戏台呢始建年代也不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概是清朝乾隆时期修建复建的，也算是有一段历史了。在以前这个东岳庙里面是有3座戏台，这一座戏台呢主要是它上面的雕刻比较精美。这个戏台可以称之为3刻间，雕刻呢就由3部分组成。先来看一看中间的这一块呢是叫做挂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来解释一下挂落和阙地的区别。挂落是中国传统建筑中额坊下面的一种构件，采用镂空的木格或者雕花板做成。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雕刻是非常精美，而且呢它是分为好几层，整个挂落大家发现没有是一个整体的，而阙地呢等于是中间断开了，它是刚好呢在额坊下面2个角落组成的，这就是它们的区别。这里雕刻的内容是8仙祝寿，也是非常精美的。再来看看左边的这个雕刻，非常精美它也是好几层，下面有花卉，然后上面有鹿，在旁边呢还有鹤，鹿鹤同春，代表着四海之内和亲海晏。在中间呢有一个农夫牵着一匹牛在耕田，那这里就是渔樵耕读4种职业的农耕，经常说的耕读传家。那在另外一边肯定就是渔樵了，樵夫肩上挑了东西，应该是挑的柴了。这个雕刻确实是挺精美的，大家猜一猜，它这个雕刻是在一整块木头上雕刻的，还是拼装而成的呢？我感觉应该是进行了组合，看起来像一个平面。看完了雕刻，我们现在去这个戏台上面看一看。我现在来到了戏台上面了，那么在当时肯定是有人在这里表演的，上面还是壁画，据说是乾隆时期的。戏台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后面就肯定是他们工作人员更换服装或者准备的场所了，不是太大现在这个地方还会有表演，大概是3月份吧，庙会的时候。当戏台上有表演的时候，
这个下面就有人看戏。在戏台的正前方有一个亭子叫看亭，这就是当时那些达官贵人、乡绅坐在亭子里面看戏。而在旁边空地上面呢，就站的是男的，女的不站在这里，女的呢是在旁边的2楼，全部都是有规定的。所以说，在封建社会任何东西、任何事情，全是有规定的，有等级观念。整个它这里的建筑呢，戏台过去是看亭，然后有县亭，在中间呢就是行宫大殿，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大雄宝殿一样。中间的那个县亭和大殿呢，是最重要的建筑，一个是祭祀，一个是我们说的前朝后寝的局面。在看亭前面一点点呢，就是县亭，这个是祭祀场所。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有4根盘龙柱，它是元代和明代的石雕，非常精美呀。来仔细看一看，全是盘龙而上并且呢，每根柱子上并不是一条龙，你想这里就2条，1、2，2条龙，对不对？并且呢，它每根柱子上面的龙都有点不一样。你想，这2条龙就一个是张开嘴巴，一个呢是闭着嘴巴。它这个是石灰岩雕刻的，就相对来说容易雕刻，但是风范也比较厉害。而在旁边呢，又变成那个1条龙了。并且呢，龙也有大小之分，像这个就是小一点，这个就大一点。5爪金龙，这个嘴巴张开的非常大呀。靠近北边的2根石柱上面都是1条龙，靠近南边的都是2条龙。你像这条龙，它的爪子跟刚才看到的也不一样，从而说它每根柱子上面的龙都是不一样的，可以称得上是活龙活现。这些龙呢，是元代和明代雕刻的。这1条龙的雕刻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单单1条龙盘旋在柱子上面，而其他的那个石柱上面不光有龙，还有云纹等等。我看了一下，这个好像就是元代的石雕。在这里呢，龙简单一点的应该是元代的，雕刻的比较复杂精美的应该就是明代的。在这个亭子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柱础，大家仔细看看，它的颜色跟上面的柱子完全是不一样，对不对？那上面呢是石灰岩，下面是坚硬一点的石头。那这个呢，按照考证是公元1206年建造的，那个时候还是金朝金代，因为上面呢是有文字记载的，这几个字记载了是谁建造的，现在也有800多年了。刚刚我们说这个县亭是祭祀活动场所，其实还有一个功效叫做防御场所。因为来东岳庙并不是只有神仙才能来，那还有其他的，比方说魔或者不好的东西来，那么他来到这里呢，就会被挡住。你看头顶有一个阴阳鱼八卦，那如果魔的话一来到这里，这个八卦呢像那个镜子一样一照射，那个魔呢就现出原形，警告或者说他前进不了了，这是第一道防御。那如果说那个魔的实力比较强大，过了八卦镜，那这面呢又有拦住的，就是雷震子了。这个大家应该看的是清清楚楚了。雷震子下面呢又有防守的，像门神一样，这里呢是哼哈二将，过了哼哈二将才是这个行宫大殿，就是东岳大帝在这个里面，所以是一层一层的有那些把手。那么我们经常说前朝后寝，这个行宫大殿呢可能就是东岳大帝办公的地方，然后过了这个大殿后面才是那个他的寝宫所在地。最后就是我们要看的18层地狱，阴曹地府。经常说地狱是在地下嘛，这里确实是要从这里走下去，一个小小的通道整个这个地狱明显可以看到一层一层下来，它是一个下沉式的院落。来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比在上面凉快了好多，甚至说有点点我们说的阴风阵阵一样，
因为这边是靠近北边嘛，整个建筑也建得比较高，所以呢，这里呢就非常凉快。刚刚有个导游说，如果在以前呢，1、2个人他是不敢来这里的，特别是太阳落山之后就更不敢来了。可以这样说，天黑之前必须离开，要不然你一定会瘆得慌。并且我在这里站了一下，一直都有风吹着的。18层地狱就在前方一点点，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地下四合院一样的？我们经常说18层地狱，是不是真的是有18层呢？其实大家有点理解错误了。18层地狱是横向的，并不是纵向的。意思就是说，它大概是18种刑罚一起组成的18层地狱，并不是说我们上楼梯一层一层一样的，其实不是啊。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那整个那个地府呢，就是在这一块。等一下呢，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有18层地狱，那旁边呢肯定还有管理的人员。这里有个地藏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说的就是地藏菩萨。那这里面呢，最前方中间是地藏菩萨，在两边就是传说的阎罗王。在很多影视剧当中，我们看到地府里面有阎王，很多人可能会认为阎王就是地府里面最高的管理人员，其实不是啊。阎罗呢，在地府里面是有10个的，称之为10殿阎罗。第一呢是秦广王，第二是楚江王，第三呢是宋帝王，第5才可能是我们俗称的阎罗王。他们每一个人是分别管一部分的事情的。中国大家要分清楚一点，阎王呢在地府里面可能算是中高层的管理。现在就开始下去了，看看传说中的18层地狱以及阎王是什么样子的。它这里分为2块，一个是五岳殿，一个是十王府。十王府呢就是10殿阎罗，五岳殿呢就是五岳大帝。这里是弄成了窑洞形式的，一走到这里面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里看到很多刑罚，正前方坐的是第2位阎王，而下面呢是看得比较清楚，是我们熟知的魏征孟长龙王。这个地府里面呢还穿插了一些西游的故事。魏征孟长龙王的故事相信大家也所了解，他一开始犯了错误，后面李世民同意免去，结果呢还是被魏征斩了。这里呢是龙王在告状的故事。在右侧能够看到丰都城，那意思就人死后就来到了丰都，开始正式进入地府。整个地府的10殿阎罗是这样排序过去的。先是来到了第一个殿宇，这里相当于是勾魂，那里还有一个小鬼，写着是你也来了。再往前一点，还有人拿了一个像记事本一样的，那应该算是在分配。之前我们在重庆的丰都鬼城也向大家介绍了，4大判官每个人处理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你在人世间做了善事，来到地府呢，分配到哪里？你如果做了什么恶事，分配到哪个地狱，大概是这个样子。18层地狱呢，是传说用来惩罚各种鬼怪的阴间场所，环境的恐怖阴森。确实啊，来到这里是有点紧张，真的可能是让人不寒而栗，有点胆战心惊的。18层地狱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叫做刀具地狱，主要是指偷工减料、欺上瞒下、买卖不公之人，死后呢打入到刀具地狱，把人的衣服脱光。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看起来确实是挺恐怖的。这个是石磨地狱，主要是指糟蹋五谷或者是小偷欺压百姓的人，他们死后呢是打入到石磨地狱，相当于是把它塞到石磨里面。这看起来也挺恐怖的。我们时常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或者多人，他准备做坏事的时候，经常会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所以说就不用担心其他人知道，就可以去做坏事。其实呢，在封建社会这些神话故事里面或者传说里面会记载，
你在阳世间做的好事还是坏事，每一件事情在地府里面都有记载的。你如果说在活着的时候做了很多善事，那么来到地府呢，待遇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假如说你做了很多坏事的话，那么来到地府就一定会受到处罚。我们刚刚说了，浪费粮食、小偷是尸魔地狱，那么还有呢，上刀山下火海都是如此啊。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那么相对来说你在地府里面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就是在地狱里面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一块应该是孟婆汤了。在神话故事传说当中有这样的说法：过鬼门关，走奈何桥、黄泉路，然后呢去喝孟婆汤，最后是去轮回，六道轮回嘛。那么六道轮回是怎么意思呢？这里还有展示。这是六道轮回图，最右边呢也就是第一，这个主要是达官贵人，有身份的人。那第二呢就是平民百姓，第三道轮回呢是残疾人，第四道轮回就是牛马这一些，第五道轮回是飞禽走兽，第六道轮回呢就是最低等的爬行动物，是这么区分的六道轮回。这个墙壁画了一些，这里的泥塑大小都差不多，总共是140来尊，都是明朝留下来的，也是我国宝贵的艺术遗产了。看起来是比较吓人，比较恐怖，但是呢，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嘛。毕竟关于这个鬼故事，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说法了，也算是流传了几千年了。也是提醒人们呢，要多做善事，不要去做坏事，善有善报。做坏事，就算你当时没有被发现，还是有人会记得这个事情的。这个地府看起来是比较恐怖，让人紧张。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也算是大开眼界。毕竟在影视剧中看的阴曹地府，在现实当中还真的有，还真的看到了。唯一有点可惜的就是，这地狱里面它没有把完整的18层地狱展示出来，只展示了一部分。总体来讲，关于地狱以及阎王殿的故事，大家可以去重庆的丰都鬼城看一看，那边展示的更多更全面。那整个这个东岳庙和18层地狱我们就看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